大家好，我是索尼法。如果我不在家，就是在医院；如果不在医院，就是在前往医院的路上。这就是我那一年的日常。2021年5月，新冠肺炎病例数突然攀升，计划活动不是延期就是取消，日常生活被迫滚动式调整。随着疫情升到3级警戒，非紧急门诊手术要暂缓，住院者与陪病者都要做核酸检测，医院的人潮变少了。我的检体报告出炉，确诊异常。当务之急是进行冻卵流程，并同步去直肠科与放射科进行治疗前准备。虽然说是冻卵，已婚女也可以冻受精卵。经过一番考虑，决定好冷冻的项目后，等到生理期来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便开始进行疗程。没想到疗程都做了一半，医生说因为疫情关系不能做门诊手术。如果这次做不成，下个月就要重来一次。不过目前仍然继续原定计划，说不定政策滚一滚又变了。一想到可能从头来过，我就很担心，那就意味着又要抽血打针，抽血打针，抽血打针，我不要。幸好后来医生说门诊手术改成住院手术就可以取卵了，于是我们排了3个小时做新冠筛检，等了3天拿到阴性报告，终于顺利完成手术住院，一次搞定。放疗就像是精准的射击过程，锁定隐藏在正常组织中的肿瘤细胞，进行高能量射击。为确保治疗目标位置不会偏移，需要做专属模具固定身体，并在身上做定位记号。若要求更精准，可自费影像导航。在每次治疗前确认肿瘤位置，再开始照射。选定自费方案后，医生突然要我去听卫教，并安排定位。医生，我还没冻卵呢。没关系，我们规划也需要时间。不过等到取完卵，因间隔太久，又得再重新定位一次。而且他还说，明天开始治疗。虾米？刚才妇产科医师有说卵巢还在出血，建议等下一次月经来后再治疗，或至少要7到10天。好，那就下礼拜1开始治疗。我真不该这么老实说7天的，可恶！我还不想面对啊。研究指出，每10位癌友中，约有5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恶病质，其中更有2位死于恶病质。体重急速下降是恶病质的最大特征，脂肪与肌肉的合成速度不及分解速度，加上食欲不振，造成能量入不敷出，营养补品也已经无法缓解，所以在治疗前要先储存足够的能量，补充具有抗癌成分的营养品，调整免疫的益生菌，以及喂养益生菌的益生值。医生给我的任务就是补充营养，努力进食成为我的日常。罹癌的原因可能包含先天遗传基因、不良饮食、环境污染和自体免疫失衡。这些因素不仅形成复杂，还会互相关联。但是藉由肠道菌丛的分析，可以检讨自己的饮食习惯，计算肿瘤四周淋巴细胞的密度，可以衡量抗癌免疫力。分析血液中的 DNA， 可以检查是否有致癌基因，再对症下药。于是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我做了肠道菌检测。在取卵住院后，转诊至直肠科，取肿瘤切片来评估免疫，最后抽血做基因检测，做了所有能做的调查。这就是我确诊后第1个月的日常。消毒完，捏住肉，扎下去，压5秒。好，捏住肉，我搓。我不敢。要不要帮你搓啊？练，我自己来。
感觉不到刺哎。